大家好，我是林哲明，是来自 Mempool 和打点钱包的创始人兼 CEO， 大家也可以称呼我为矿工哲亮。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从2011年起开始接触区块链技术，并创办了福州博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博全网络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基于工作量证明全球公有区块链领域的科技创新公司，致力于区块链事务验证、处理及智能合约领域的研发。2020年初，公司成为中国首批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备案的比特币 BSV、BTC 矿池，并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我们通过创新性的无币区块链使用范式，结合了全球公链的信用优势，为探索合法合规运用区块链的全球开发者和企业提供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比特币区块链底层基础设施。这个底层基础设施就是我们讲的 BaaS。传统大家说这个 BaaS 说的什么呢？是 Blockchain as a Service， 对吧？但我们做的不一样，我们是 Bitcoin as a Service。我认为区块链就是比特币，比特币就是区块链，没有了真正能够脱离币的区块链体系。我们的团队创始人都是中国早期的区块链建设者，拥有比较丰富的专业产品和研发经验。我自己也是比特币协会的中国大使， Bitcoin SV 技术标准委员会的创始委员。我们致力于使用全球唯一不可篡改、真相之源的比特币账本，推动社会进步。接下来我就和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做的 Mempool Bus， 是一个基于 Bitcoin SV 的企业级无币区块链服务。要想说好这个，我们得从根源开始，所以这回我们就会提到哪些内容呢？第一，什么是区块链？第二，企业在区块链服务上面有哪些的需求？第三，具体的实践和服务案例等，主要面向对企业进行公有区块链开发或应用，使用国际区块链开展跨国业务和国际业务等内容感兴趣的听众，同时也欢迎广大开发者参加。我们在讲到区块链的本质和特性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是区块链的本质。之前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讲 Bitcoin 是什么，是一个 trust machine， 对吧？它作为一个解决信任问题的一个机器，它是否可以解决任何的信任问题呢？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我们并不能够无中生有的去创造信任，每个经济实体内信任的参与者都是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努力被一个可以不被篡改的数据库所记录，从而产生了一个不可修改、不可篡改的记录，由此产生了你的过往，因为你的过去定义了你的现在，大家会更容易的认为你具备一定的信任，而这部分的信任又由于你必须对你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又由于如果你产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你的信任，过去的信任是可以被摧毁的。因为具备了这样摧毁不诚实的信任体系的这么一个能力，我们才可以认为你具备了这么样一个信任体系的一个基础。所以区块链的核心，它并不是去给你带来信任，区块链并不是真的能够给企业带来信任的，而是企业自身的行为如实的在区块链上进行记录了以后，让这个企业显得更可信。同时你还给了所有使用这样记录的这些参与者
一种可以摧毁你过去所积攒下来的信任的这个能力，来创建这样的信用体系。所以很多企业想的是，觉得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区块链应用我的东西上了区块链，那么我就可信吗？我们的记录在区块链上都有木刻证明，都写在区块链上了，就证明我是个可靠的人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能够让你的交易的对手方，让对方能够抓住你的现在的不诚实、不守信的行为，并依据有证据的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摧毁掉你过去积累的信任，这才是区块链的本质。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具备有市场上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市场地位的实体，会产生一个叫店大欺客的行为，对吧？他店大，他有信用，但不代表着说他的信用就一直很好，他就可以一直保护的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权益，对吧？但是如果说有一天他欺负了客人，对客人来说，他要和这个巨大的、很强有力的这个商店进行对抗的时候，是显得多么的渺小，个人的力量很难撼动原先积攒下来的那么强的商誉。我们从现在的现实生活中就可以看到，曾经过往有那么多的企业，他们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结果现在还在照常经营，大家仿佛觉得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区块链可以为这样的情况带来一定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你个人可以以极低的代价去举证、去反驳、摧毁不诚信企业过去所积攒下来的信任，人们将不再容易忘记。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录，永久的把过往的证据真实的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犯了错误，你就必须要努力去弥补，而不可能消磨证据的这么一个账本，我们才可能创建一个全新的商业范式，让大量的企业因为诚实团结在一起。因为不同的企业互相之间做生意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大家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大量的信任的风险。因为有了区块链在中间，可以让诚实的企业长久的生存，让诚实的企业互相之间减少了非常多因为诚信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和风险，因此提升了可信的企业的生产效率、交易的效率，降低了整个系统的交易的贸易的摩擦，这部分的摩擦成本降低了以后，提升了整个系统的效率。这就是我认为比特币最关键可以为当前的经济生活带来的巨大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像大家想的一样，这是一个币，这是一个我们讲虚拟货币。其实虚拟货币只是比特币整个环节中很小的一个，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背后带来的这个诚实的、不可篡改的真相之源的账本本身是更有价值的。这个账本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一，它是一个公开的全球分布数据。首先，它是一个公开的数据，任何人都可以有办法获取到这样的数据，它并不是私密的。只要你愿意付出获取数据的成本，
你就可以获取到这样的数据，并且这部分数据它是在全球分布式存储的。很多人可能对分布式账本的理解和我的理解有差异。传统意义上，大家认为作为 DLT 分布式账本技术，可能是把一个账本通过很多份拷贝的方式存在不同的节点、不同的计算机系统中，从而当一个计算机体系挂掉了，无法提供服务了以后，你同时还有其他的副本。但我的理解跟这个看法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我认为比特币的分布式账本并不是由那些矿工节点所保存，更加核心的是由那些参与了比特币账本并且提供了那些数据的应用程序服务商，他们将会保存这些数据，而存储在每一个应用程序服务器上，每一个用户个人服务器上的那些账本的总和，才是真正的比特币账本的全貌。所以这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并不是意味着每一个节点拥有拷贝，你有多份完整的拷贝，而是这样一个账本，它可以以分布式的方式把不同的内容存在关心它的服务器的实体的服务器上，这些实体的账本的汇聚形成了比特币账本的组成，而它们的账本是可以通过密码学的原理，通过我们讲默克尔证明的这种方式来证明它确实存在于区块链上，只可能有一个唯一的版本，在此达成了共识。即使别人提供了一份数据，这份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数据，有这样的数据的拷贝，任何其他人你都没有他的这份数据，你一样可以通过他给出的默克证明来判断出它确实是这个账本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你并不需要了解所有的交易数据，所有的其他人的数据，跟你没有关系的数据，你一样可以因为我们的工作量证明的这个机制来相信别人提供的数据未经篡改。这就是我们说的公开的全球分布数据的意义。同时还具有不可篡改的记录的这么一个特点，因为每一个交易数据背后的 ID 组成的默克数，最终汇聚到了默克根，并写在了工作量证明保证的区块头上。所以要修改这样的记录，它付出的成本呢是非常之高昂的，一定会遇到对区块头数据的修改。那么这部分的修改就会留下修改的记录，就会让人知道在这里面发生过了可能的修改行为。所以有了这么大量的工作量作为基础的情况，我们才可以认为修改单条或者少量的记录是非常之困难，成本非常高昂的。在经济学的判断下，我们认为你去修改一个账本条目的成本远远高过你修改它获得的收益，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条账本是不会被修改的。我们还使用原生通证的全球范围低成本、快速、高效支付来完成价值和信息的流通。为什么区块链一定要有币？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原生通证？那是因为只要你的区块链是一个世界级的区块链，
你必然涉及到世界级各个实体的协作，各个实体之间的这个资源分配。这部分的资源分配，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低成本的衡量资源的方式，你就会发现，你缺少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高效的对成本、对利益进行分配。如果我们像传统的支付手段那样，在每支付可能1元人民币的时候，你背后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就是几分钱。在支付几分钱人民币的时候，你背后要支付的成本可能还是几分钱，就导致什么情况？导致你难以对价值低于几分钱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支付的处理。而唯有我们发现，通过一个区块链系统的全球范围内的这种通证，进行低成本、快速、高效的支付的这个手段，我们才可能构建起一个基于全球的区块链的公有链。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国家的参与的实体都可以使用这种通证的方式来协调互相之间的资源的流动。我有另外一种看法，为什么我们作为区块链的记账员，作为矿工，一定要使用原生的通证，也就是 Bitcoin SV？ 那是因为作为矿工，我们所需要获得的是其他算力、其他矿工对当前我们的账本的认可。他为什么会认可？是因为他也有机会在其中分得一部分手续费。这部分的结算，我们都是要通过原生通证来完成的，否则我们的结算成本过高，就很难形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共识。很有可能，矿工是为了处理交易，我收到的大量的交易可以是没有手续费的。那么，我为了帮助这些交易得到处理，我就需要用一种支付方式，能够买通其他矿工，让其他矿工接受我的支付行为，对我打包的交易进行验证和处理。因此，这就是一个带有原生通证的区块链系统的特点。我们使用原生通证来协调资源在不同的记账实体、不同的节点之间的分配的情况，并对优秀的处理服务商进行激励。同时，我们还可以有更简单的私钥管理机制。私钥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使用区块链，我们应该要逐渐的去掉对第三方的信任，对第三方的依赖。你在使用这么一个区块链系统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自己能可控的私钥来完成数据的处理，来完成健全。脱离了对自主可控私钥的管理，那对很多应用程序的使用范式来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区块链应用，因为它的数据依然是由实体、有大量的用户汇聚到少数的供应商、少数的应用程序之中，由这个应用程序自身进行处理的。你并不能够非常恰当的证明这些数据真的是来自于用户，你只能说当时可能存在这样的数据。以及我们还提供了很多强有力的对区块链事务的验证的工具。区块链事务的验证并不是简单的认为
我们有了一些交易数据，我们把这些交易数据发到链上，然后呢，你给我一个区块链浏览器，我在这个区块链浏览器里面可以找到这些交易数据，就证明我已经发到了区块链上。哪怕你告诉我说这区块链浏览器可能是一些第三方提供的，但是这样做远远不够。为什么？因为你的验证过程是否需要依赖于一些第三方，依赖于特定的第三方对你的交易数据进行验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交易服务商失效了，甚至说他们联合起来欺骗你怎么办？更有甚者，区块链基础设施，包括节点，包括区块链浏览器等等，全部都是由一个独立，我们说独立的，完全是由一个实体提供的。那么这样还是不是一个具备信用赋能的区块链系统呢？因此我认为我们一定要让应用程序具备独立验证交易事务，独立验证自己的数据和区块链账本结合的方式。你不具备这种能力，你就不能够证明说你自己是一个区块链应用。你需要别人相信你，你除了自己要能够证明以外，你还要让别人也能够证明。所以我们才发现，企业要怎么用好这些区块链的特点，怎么和自己的业务相结合呢？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企业和区块链应用之间的鸿沟。首先，企业使用区块链，它是需要一些企业级的服务和对应的技术栈的。这些不是简单的说我把区块链看作是一个数据库，然后对于企业来说，它就直接使用这样的数据库。不对的，企业需要接的是信息系统，背后是有非常多的供应商来帮助企业实现这样的信息系统。它不是裸的直接使用区块链，甚至于说我们认为当前的我们看到的区块链应用，哪怕只是币的转账，哪怕只是智能合约的使用，这些都是由 IT 系统进行支持的。这是最早发展起来的服务。你并不是发现说，并不是让你的用户上来说我要使用区块链，你就让他手工组装一个交易，怎么去管理它的 UTXO， 怎么去签名，这些事情都是被我们的服务商包装成了服务，让用户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使用。这些同样的范式也应该放在我们为企业提供服务的领域来想，到底这些企业在使用区块链的时候需要什么，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从很简单的场景出发去思考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在想区块链发展和企业结合的时候，都在希望着企业把它的所有的数据都放到区块链上，但是却忽略了一点，为什么要这么做？它的动力是什么？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需要公开的，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需要区块链上面提供的时间戳证明的。我们一定要从企业核心的场景出发，到底要解决企业现在面临的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企业，我们说这个企业可能是国有企业，可能是国资委管的，对吧？国有企业他们的每一任领导需要离任的时候，都要进行财务的审计，而这一类的审计工作往往是重复进行，因为每一年可能都有大量的这个人员的变化，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说 OK，
提供的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审计的过程，不断的重复的劳动，是不是可以通过使用区块链的方式，能够降低重复的这些审计工作呢？审计的结果只要使用一次，然后背后是由事务所对这个审计结果进行确认，并且和原始的材料的信息都是有关联的。这些事情做好了，我们就能够降低企业在审计上面遇到的成本，降低了成本就能帮大家省钱，降低了成本就能让这些更公开、更透明的审计工作可以做得更频繁，可以极大的减少企业内部腐败的发生。这些就是我们自己认为说，在推进企业应用区块链的场景下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如何去解决现有的他们在审计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切实的问题，而不是把使用区块链作为要点。刚才我们讲了企业审计的问题，就会知道，如果说有大量的企业的这种区块链使用需求，那么他们一定要去选择一个可以供企业长期发展使用，不会有性能瓶颈的基础设施。这就是他们在选择区块链系统底层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你当然不希望你的 IT 系统建立起来以后，随着企业业务量的增长，你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你更不希望你的应用做好了以后，因为别的应用堵塞了区块链，导致你的应用的成本成倍数、成指数级别的往上飙。这些都是企业在使用区块链服务的时候所需要思考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会知道，真正最终的我们的企业用户，最终的用户，他们接触的都是 IT 系统的供应商，都是系统集成商。那么他们和系统集成商和区块链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结合呢？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应用方和用户方该怎么和区块链结合和落地。对应用方来说，他肯定是希望用户可以在不知道比特币、不知道区块链的情况下来使用应用。但是我们知道，最早我也说过了，比特币其实它和区块链是密不可分的，你很难在脱离了币的范畴下去使用这么一个区块链系统。你一定在这个体系中需要使用一个通证，为你的使用付费。这种付费的方式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肯定是摩擦成本越低越好。那么有一些传统的做法，就是你去一个供应商中用你的法币支付你的服务成本。因此我们 Mempool 的 BaaS 服务就是这么样一个服务，我们把我们的服务用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使用法币来支付它的使用成本。那么对这些企业来说，它就不需要持有比特币，不需要使用比特币，这一切的基础设施都是由我们来进行提供的。但是这里面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企业在使用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只是使用一个第三方提供的服务，它还是使用了区块链吗？它这样子做是否会影响它在区块链上记录信息的有效性？是否有可能由我这样的一个第三方服务机构来篡改你的数据？ OK， 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使用比特币的交易的特性来进行解决。也就是其实所有的交易事务，所有的数据背后依然是由企业自身管理的私钥来进行控制的。这背后
可以使用 ECDSA 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也可以使用其他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国密的基础设施来完成。背后的数据都是数字签名完成的结果。我们知道，对比特币来说，区块链账本只是记录交易链的账本，数字签名链形成的交易链条才是这个账本的核心。那么我们不会在乎说我的账本记录到底是写在了羊皮纸还是写在了宣纸上。因此区块链本身的记账不那么重要，大家要关心的是我的交易链，每一个交易事务之中信息的流转和健全的工作，这部分完全是由企业自身的，甚至于说由这些企业应用的用户所管理的私钥进行的。背后的付费怎么办？使用费怎么付？作为我们服务提供商来讲，我们会帮助这些企业使用原生通证进行付费，也就是我们只管付费。为什么由我们来做？因为我们更懂和其他的记账者之间的协调，我们更懂应该付多少费用，怎么样降低成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完成了。所以对用户方来讲，他也不需要在乎一定手里面要先有币才能用你的系统。作为一个区块链的应用，你不能够想着，或者说你不能够预设你的用户本身要非常了解比特币，要持有比特币才能成为你的用户。那这样的话，你的用户的范围就会非常之狭小。其实对应用来说，应该关注的是把比特币账本的使用作为自己的企业的成本来进行核算和衡量。谁使用了这个账本，产生了利益，产生了价值，谁就可以为这样的账本使用而付费。而对最普通的用户方来看，它和刚才的应用一样，也是只需要使用数字签名，而不需要支付账本的最终的使用费。我们的每一次账本的使用，它都应该要创造价值，而这个价值背后是极低的账本使用成本。账本使用成本远低于它创造的价值的时候，每次使用账本将让账本的使用者有利可图，因为它的创造的价值高过了它所需要支付的成本。而我们通过把大量的这些交易的成本集中的进行支付，使用按月付费或者按量付费的方式支付给我们服务提供商，就可以降低平均到每一个交易事务上面的支付成本。在这种方式下，用户和应用都不再需要了解比特币背后的付费支付的方式，而直接使用比特币这一个作为全球唯一不可篡改真相之源的账本的使用价值。对企业来说，它确实是非常需要把这些数据放到区块链上吗？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需要放在区块链上才能表示它是一个区块链应用呢？其实并不是完全这样的。所以我其实认为说，我们并不是要
认为你只有把所有数据都放到区块链上，你才是一个区块链应用。你可以把你的关键过程放在区块链上，获得区块链的证明，而中间过程其实是可以省略的。你放在区块链上的数据，一定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吗？我们都说区块链是一个公开透明、可审查、可审计的一个账本，就意味着你一定要明文处理吗？并不是这样。对企业来说，它依然可以选择加密的方式，并且这部分的数据的加密往往是可以和它本身可控的私钥结合。我们可以支持通过这种加密的使用范式来让数据产生排他性的访问所有权。在区块链上的数据，它可以既公开，既可证明，又可以加密，再加上访问权限进行控制。它们之间并不是有矛盾的。我们使用的方法就是通过一些链下的代理的方式，用这些代理来获得用户的授权，对加密后的数据进行解密和返回。这些事情就是由我们提供的和区块链紧密结合的数据服务，它并不是区块链的组成部分，但是它是一个区块链系统中必不可缺的部分。对企业来说，并不是直接使用某一个区块链，使用某一个区块链提供的那些很简单的接口。企业更希望看到的是一整套的和区块链深度结合的服务体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隐私保护、健全、访问控制等各种各样实际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个公开的账本中提供加密的数据，并可以证明这些加密的数据存在于区块链上，通过我们的默克证明，不可篡改。但是非点对点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你的数据到底放的是什么，这样才能非常有效地保护属于企业的数据，属于用户的数据，保护他们的隐私。有很多数据并不是说全部都要放在区块链上，我们可以用更灵活的方案，有不同层次的结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前提下，寻找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可以包括我把原始数据放上区块链，或者是原始数据加密放到区块链上，或者是原始数据的数字摘要，就是哈希放到区块链上，也可以是很多原始数据打包的哈希放在区块链上。在这些不同层次的组合下，我们就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收益。那就是如果你的数据可能是很多数据一起打包，那么你在验证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同时提供整个数据的账本，这样的话才能够分离出每单个数据是没有经过篡改的。但是如果说你的维度拆得越细，就越容易对单个数据进行证明。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使用需求来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对企业来说，要接入这样的区块链系统，它还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辅助措施，才能够让他们的 IT 系统更好的使用区块链。这里面可能就包括比如说私钥的管理和证书的管理啊，
这个资产和通证管理的方案了，自动执行的脚本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智能合约，包括区块链数据的读写服务，或者是交易事故的篡改的发现和补救措施。我们都说区块链的上面的数据是不可篡改的，一旦你改了，就会被抓到，对吧？就会被揪出来。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使用了区块链的基础的信息服务体系要去解答的问题。还有可能要包括链上和链下的数据的管理，这里就包括说我刚才说的，有很多数据可能不是全放在区块链上，那么它是如何结合，如何做对应的关系，这都是所需要提供的 IT 系统的这个解决部分。然后我们下面再讲一讲我们提供的落地条件和案例。对于企业来说，它要使用区块链，可能非常需要专业能力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他可能需要让自己的团队的成员具备密码学等复杂的专业知识，可能还需要非常深入理解区块链底层特点的团队。这些对于传统的企业来说，可能是非常难的，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对这些企业来说，他们就很难去接触、去使用区块链吗？其实并不是这样。你可以让专业的人去帮你做设计，帮你做咨询，让专业的人去做他们擅长的事情。而对企业本身是非常专业于自身的业务和自身的业务场景的设计的，它应该在这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对企业来说，是需要更简单的集成方案，它需要和现有的 IT 方案集成，而不是用区块链来替代现有的 IT 方案。同时对企业来说，它又需要保持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新技术能力的兼容性。团队的成员并不需要先成为区块链专家，才能使用这样的区块链系统。对他们来说，区块链的体系的核心是由系统集成商和 BaaS 服务提供商一起来提供的。企业和系统集成商要专注在业务层面，专注在需求层面，然后我们再使用区块链的账本技术，解决他们 IT 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来更高效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来以更低的成本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区块链和企业需求之间的桥梁。我们通过无币区块链的服务范式，来帮助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系统集成商，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接入区块链服务。它是基于你现有的业务范式，基于你现有的 IT 系统来解决你的问题。我这里举一个我的合作伙伴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是为企业提供这个医疗管理的信息系统，背后就有一个叫护工的医护人员的这个管理系统。他们解决什么事情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医院里面住院生病了，可能会要请护工，可能你家里老人或者病人在家里疗养的时候，也需要请护工来定时的换药啊，或者是输液等这些操作。这些可能背后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参与的。它原先就已经有一整套的管理系统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对这些全流程进行监控和跟踪。它怎么用区块链？那就是把当时的签订的合同，就是
患者和护工之间的这个合同，包括说护工的资质等一系列相关的材料，在特定的时间内和区块链进行结合，以及说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的关键数据也和区块链进行结合。这些数据都是它原有的工作流程、原有的内容。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就可以证明这个事情在当时确实发生了，可以证明说中间是没有造假的。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够取信于监管机构，取信于背后的保险公司，来证明说你确实是按照流程进行的操作。那么，如果出现了意外，会有保险公司进行覆盖，这部分的费用可能由医保进行覆盖。它不需要和其他人结盟来形成一个联盟，它可以直接使用区块链系统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数据是真实的。对企业来说，它同样的要考虑使用怎样的区块链系统来满足它的需求，成本有多少？这些成本往往是由企业独自承担的。虽然说他们可能会把这部分成本转嫁到他们的消费者身上，但是最根本的，它还是企业的成本。因此，我们需要找一条可以无限扩容的满足企业需求的全球供链。同时，我们可以帮助企业在实际的场景和问题中来选择最合适他们实际应用场景的使用方法和范式。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提供怎么样的服务呢？我们第一，提供一个区块链钱包服务，提供一体化的区块链钱包技术知识以及维护运营的服务。我们说这叫钱包，其实本质上是私钥管理。每一个区块链的使用的应用程序背后都是需要钱包服务进行支撑的。它里面可以没有钱，没有币，但是一样需要对自己的私钥进行管理。我们提供数据上链服务，通过我们的开放平台提供的数据上链托管账号，可以将数据上传至区块链上，得到永久保存的证明。这部分永久保存其实并不是说以后这个数据可以免费的一直可以拿到，它可能会永久保存在所有矿工的服务器中，但最关键的是提供了一个默克的证明，让所有的其他的第三方可以通过这个证明知道当前的数据确实和区块链有关。我们还可以提供链上信息的查询，通过这些免费的链上信息，以后可能收费的链上信息查询，来提供对交易的默克路径等方面的查询的服务。我们还提供 Merchant API 的服务，直接和矿工节点发生关联，来提升交易的可达性，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提供区块链的交易打包的服务，以及后续还有很多针对企业需求的拓展。我们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商，希望构筑在区块链的底层技术和我们用户的需求之间，通过我们提供专业的信息系统来帮助我们的用户使用区块链的特性。好，下面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的博全网络是一家专注于区块链领域的科技创新公司，致力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我们主要的产品线有包括 Mempool 的这个矿池，它是一个在 BSV 公链上打包超大区块的矿池，同时还是全世界
挖出第一块 BSV 区块的矿池。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提供完全合法合规的这个合约管理平台、云算力租赁平台等相关的产品。我们的团队有包括开发然后主要是我们的研发人员嘛，拥有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精英团队。我自己作为创始人，毕业于人民大学，同时我们在产品的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金。成立以来，已经和海内外的很多企业达成了长期的战略化合作。作为领先的比特币区块链上的团队，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区块链使用技术、系统的范式和产品的经验，形成了科学的管理体系。我们有非常多的海内外的合作者，里面有一些都是我们现在开发者大会的演讲嘉宾。以上是我本次演讲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或对项目感兴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进行交流。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business@博全inc.com。欢迎大家将本次大会推荐给身边的区块链行业从业者，并持续关注 CSDN 上的 Bitcoin SV 开发者专区 bsv.csdn.net。感谢大家参加本次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后续还会有其他嘉宾带来同样精彩的演讲内容，请大家不要错过，继续收听。